在纽约的市中心，一家豪华酒店的衣帽间里，一个传奇落幕了。没有股市报价机的喧嚣，只有科尔特自动手枪一声沉闷的响声。在他的私人笔记里，留给妻子一封长达8页的信。信的开头写道：我亲爱的妮娜，我无能为力，我的情况一直很糟糕，我厌倦了战斗，我的一生是一场失败。一场失败？他可是杰西·利弗莫尔，那个投机小子，那个征服了史上最严重经济危机的男人，那个在巅峰时期位列世界首富之一的男人。这位洞悉市场的博弈大师，能从一串跳动的数字中读出未来的先知，究竟是如何走到这绝望的终点？要理解他的死，我们必须先理解他的一生。那是在天才与毁灭刀锋上行走的一生。人们总是问我，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的？其实，我想应该是那个夏日的下午，我8岁，坐在施鲁兹伯里家中的门廊上，父亲正在田里劳作，汗水浸透了他的衬衫。我看着他，试图想象着自己20年后也会像那样弯腰驼背的在同一片土地上挥洒汗水，但是我做不到。不是因为我鄙视农活，而是因为我的心思总在别的地方。那天，我无意中听到村里的商人在讨论波士顿谷物的价格。他们说，小麦每普舍尔2.15美元，燕麦1.35美元。这些数字在我的脑海里跳跃，开始自己组合计算。如果一个农民有100普尔式小麦，他能赚多少钱？如果价格涨到了2.25美元呢？我发现自己可以在心里瞬间地完成这些计算，就像其他的孩子能够不假思索地识别颜色一样。这种天赋让我既兴奋又困惑。为什么别人需要纸笔才能算出的东西，我在脑海里就能够完成？母亲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。当我在11岁时完成了3年的数学课程，她没有表现出惊讶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眼中有一种当时我无法理解的情感。现在我知道了，那是一种混杂着骄傲和忧虑的复杂表情。她为我的天赋感到骄傲，但也为我的未来感到担忧。杰西，他有一天这样对我说：你的头脑是上帝给你的礼物，但记住，每一份礼物都伴随着责任。当时我不明白他的意思，现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起落之后，我终于懂了。1891年，我14岁，那是我生命中第一个真正的转折点。我已经厌倦了施鲁兹伯里的生活，每天早晨醒来，看到的都是同样的风景，听到的都是同样的声音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不做点什么，我就会像其他的男孩一样，在这片土地上度过平凡的一生。机会来了，波士顿的一家公司需要一个记账员，薪水是每周6美元。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，这可是一笔可观的收入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意味着我可以离开施鲁兹伯里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父亲不同意。农场需要你，他说，这里是我们的根。但母亲支持我，他知道留在这里只会让我的才华慢慢的枯萎。我至今记得离开家的那个早晨，父亲没有来送我，他在田里干活，背影看起来格外的孤单。母亲抱了抱我，在我耳边轻声地说：去吧，孩子，去找到属于你的世界。火车离开施鲁兹伯里的那一刻，我没有回头。我知道，我再也回不去那种生活了。波士顿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全新的宇宙，
到处是人、声音、机会。我在金融区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为一家经纪公司记录股票价格。这份工作看起来很简单，在黑板上记录着从纽约传来的股票报价。但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第一天工作时，我站在那块巨大的黑板前，看着不断变化的数字，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兴奋。那些数字不只是静止的符号，它们是活着的，每一个都在变化，都在讲述一个故事。那些报价对于我来说，并非代表着股票的价格。我后来这样解释我的感受，它们只是数字，它们总在变化，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变化。其他员工看到的是工作，我看到的是艺术。每一个价格变动都有其内在的逻辑，每一个趋势都在遵循某种我尚未完全理解但能感知到的规律。工作几个月后，我开始在心里预测股票的走势。起初只是为了娱乐，但渐渐的我发现自己预测准确率高得惊人。这不是运气，这是直觉。一个改变我一生的下午，我注意到几个同事在谈论一个叫做对赌行的地方。他们说，在那里可以用很少的钱对股票的价格进行投入，不需要真正的买卖股票。我的心跳开始加速，这正是我一直寻找的一个可以将我预测能力转化为实际收益的地方。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走进对赌行的那个下午。那是位于华盛顿街区一间狭窄的房间，烟雾缭绕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。墙上挂着一个黑板，上面写满了股票代码和价格。房间里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人，有穿着考究的绅士，有衣衫褴褛的投机客，但他们的眼神都一样：贪婪、紧张、希望。我走到柜台前，手里握着我所有的积蓄，$5。这对一个14岁孩子来讲是一笔巨款，但在这个房间里，这点钱显得微不足道。我想对伯伦顿股票下注，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成熟。我认为它会上涨。柜台后面的男人上下打量着我，眼中满是怀疑。小子，你确定吗？这可不是游戏。我点了点头。在过去的几周里，我一直观察伯伦顿股票的走势。虽然其他人看到的是随机价格的变动，但是我看到的是一个清晰的模式，这只股票正在积蓄力量，准备突破。接下来的2个小时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2个小时。我站在黑板前，看着价格一点一点一点的变化，周围人在喧哗，在争吵，在咒骂，但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然后奇迹发生了，伯伦顿股票的价格开始上涨，正如我预测的那样，从102涨到了103，然后是104，然后房间里的噪音逐渐的安静，所有人都看着我。当价格最终停留在105时，我已经赚了$15。对于$5的投注来说，这是300%的回报。但真正的回报不是金钱，而是那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满足感。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，让我的天赋发挥着作用。在这个房间里，在这些跳跃的数字中，我找到了自己的归宿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我几乎每天都去对赌行。我开始系统地研究股票的行为模式，记录每一次的成功和失败的交易。我发现，成功不仅仅依赖对数字的直觉，还需要纪律和耐心。有时候，我会连续几天什么都不做，只是观察和等待。其他的投资客都会嘲笑我的谨慎，但我知道，我每一次的交易必须基于真正的机会，而不是冲动。我保守着自己的秘密，我开始这样告诉自己：这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事业，这是我自己的头脑，不是吗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在对赌行建立了名声。其他投资客开始注意到我的交易，试图模仿我的策略，但他们不明白，这不是一套可以复制的系统。
而是一种几乎无法传授的直觉。到1895年，我已经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资金，更重要的是，我积累了经验，我学会了如何控制情绪，如何在压力下做出决策，如何从失败中学习。我开始意识到，我不只是在赌博，我是在学习一门艺术。这门艺术没有教科书，没有导师，只有市场的本身。而市场是一个残酷但公平的老师，他会奖励智慧和纪律，惩罚愚蠢和贪婪。那些年在波士顿对赌行里度过，我不仅学会了交易，也学会了观察人性。我看到过一夜暴富的奇迹，也看到过瞬间破产的悲剧。我见过绅士因为一次错误的交易而变成乞丐，也见过穷人因一次幸运的赌博而暂时翻身。但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被市场的力量所控制。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理解市场的本质。大多数人把股票交易看作是赌博，但是我开始认识到，真正的交易是一门科学，它有着自己的规律和法则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一个老投机客连续失败后对我说：“小子啊，这个游戏没有赢家，最终房子总是会赢。”我当时没有反驳他，但在心里我知道他错了。房子确实通常会赢，但那是因为大多数玩家都在玩错误的游戏，他们让情绪支配决策，让贪婪蒙蔽理智。但如果一个人能够保持冷静，能够严格遵守自己的原则，能够将交易视为一门科学而不是赌博，那么他就有机会战胜市场。这种认识让我充满了信心，但也让我认识到了前路的艰辛。我知道我所学到的只是冰山一角，真正的挑战还在前方。到1898年，波士顿的对赌行已经无法满足我的雄心了。我的资金增长到了几千美元，在当地我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投机客。但我开始感受到了限制。波士顿的对赌行规模有限，交易量不大，机会也相对比较少。我需要更大的舞台，更多的挑战。我要去真正的金融中心纽约。这个决定并不容易。在波士顿，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和人脉，我了解这里每一个对赌行，知道每一个经营者的特点。离开这里意味着我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开始。但我知道，如果我想要真正测试自己的能力，如果我想要在这个行业当中走得更远，我就必须迎接这个挑战。母亲在我离开波士顿前看过我一次，她看起来苍老了很多，但眼光中依然有那种熟悉的光芒。你已经成为了一个我认不出来的人，她说，但我为你感到骄傲，你找到了自己的道路。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我回答，这只是开始。他笑了，那种混杂着骄傲和忧虑复杂的笑容。我知道，但记住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都不要忘了自己的根，不要让成功冲昏了头脑，不要让失败击垮你的信心。我承诺我会记住他的话，当时我以为我自己理解他的意思，但只有经历了后来的种种起起落落之后，我才真正明白了他想要告诉我的是什么。1899年春天，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踏上了前往纽约的火车。我身上带着几千美元的资金，心中充满了雄心壮志。我相信，在那个金融帝国的心脏，我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我错了，纽约给了我人生第一个真正的教训，一个几乎让我放弃一切的残酷教训。